活了27年，努力不下去了。这是微秋节失踪前留下的字句。这是遗书吗？还是情绪抒发？微秋节出生于1990年10月17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一名女教师，福建省南平市邵武市人。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在邵武市的一间小学做过语文科教师。微秋节于2017年7月赴日旅行，在北海道旅行期间失联，引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出游日本。2017年7月18日早上8点40分，微秋节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起飞，于12点50分抵达日本北海道的函馆机场。7月19日，他前往北海道的洞爷湖游玩，并在7月26日失联。警方查到他曾在7月22日晚入住阿寒湖的一家温泉宾馆，并于23日早上7点左右退房。此后，阿寒湖观光船上的员工曾有目击报告，在他的微博上显示7月23日凌晨0点01分。他还给一条孙燕姿生日的微博点了赞，这条微博的 IP 地址显示为北纬43.0642，东经141.3469，对应的地址是日本札幌的日本都道府县政府办公室北海道厅。2017年7月26日，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证实，微秋节原定于7月25日退房，但当天他并未返回民宿。当地警方随即展开相关调查。截至7月26日下午5点，微秋节仍然失联。2017年7月31日下午，警方在阿寒湖周边的山林小道发现了一名身穿白衣的女性，疑似失联的女教师微秋节。随后，警方派出20名警力进行仔细搜查，但并未找到任何线索。8月3日，日本媒体实地探访该林道，报道指出这里没有路灯，夜晚非常黑暗寒冷，不适合女性独自停留。警方因此认为该女子是微秋节的可能性极低，基本可以排除这条线索。在此期间，8月1日下午，中国驻札幌总领事孙振勇紧急前往阿寒湖地区，会见了北海道川路市市长虾明大野、阿寒町行政负责人古川信男及相关事件负责人，再次表达了中方对失联公民的高度关切。8月2日下午，北海道警方向中国驻札幌总领馆通报，称在7月23日12点20分的监控录像中，发现了疑似微秋节在川路市车站附近便利店路过的影像。警方正在进一步核实此情况。截至8月2日晚上10点，仍未有微秋节的进一步消息。2017年8月27日早晨，在日本北海道川路市桂恋海岸，当地渔民发现了一具年轻女性的遗体。根据衣着推测，该遗体可能是7月23日失联的中国女教师微秋节。8月28日，日本警方发布消息称，经过司法解剖后确认该遗体死因为溺水。警方表示将从事故与自杀两方面进行调查，以加紧确认遗体身份。随后，日媒披露了微秋节的一封信件，内容提到活了27年，努力不下去了。8月31日，微秋节的父亲抵达日本，在机场悲痛欲绝，表示我要接他回去。日本方面确认了微秋节的遗体身份，并表示将转交给家属。9月1日，微秋节的遗体进行火化。火化时，他身穿胭脂红色的连衣裙，搭配粉色帽子与鞋子。负责葬礼的工作人员紧急修复了遗体。9月2日下午，微秋节的家属乘飞机返回中国。9月6日，微秋节的骨灰在家乡安葬。他的家人表示，过去的终将烟消云散，而生活也终究要向前看。失联时间轴：7月18日早上7点经天津飞往日本函馆。7月19日，小尊游玩泡温泉，有和家人联络，群里发图。7月20日，小尊游玩，群里报平安。7月21日，美英游玩，微博发图，群里报平安。7月22日早晨出发，原计划去富良野、旭川，晚上未回酒店。7月23日凌晨在微博点赞，祝福孙燕姿生日，未回酒店，未联系亲人。7月24日呼叫无音讯，微信无法联系家人朋友，联系无应答。7月25日原计划当日中午直飞上海，
未登机。7月26日，截至26日晚11点，微秋节仍下落不明。8月2日截止至8月20日22时，暂无失联公民进一步消息。8月27日，一名北海道川路市的渔民在海边发现了一具不明身份的女性遗体，该女性的衣着打扮与7月23日失踪的中国女教师微秋节相似，警方随即展开紧急确认工作。8月29日，日本警方经过司法解剖后确认，该女性遗体的死因为溺亡。警方仍在进行遗体 DNA 的鉴定工作。8月30日，中国驻札幌总领馆发布消息，确认在北海道川路市发现的遗体经 DNA 鉴定，确定为失联的中国福建女教师微秋节。自杀、他杀或意外。根据日本警方的消息，死者的行李中找到了一封遗书，但他的父亲表示女儿自杀的可能性不大。微秋节是来自福建南平邵武市的90后年轻人。2017年，他考上了邵武市的教师招考，原本打算在2017年9月正式成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然而，一场独自前往日本的旅行，却让他的人生定格在了那个偏僻的渔村。8月29日，日本的 ANNEWS 独家报道了疑似微秋节的信件内容，随后被多家国内媒体转载，这引发了关于他可能自杀的猜测。然而，对于消息的来源、信件的写作时间以及发件人等问题，截至29日下午，官方仍未给出明确回应。29日上午，时间新闻联系到一位在 ANNEWS 工作的记者，他表示有关微秋节的消息其实是旧闻，这些内容来自他之前在札幌处士旅馆留下的手信，字体很小，民宿老板拍下后口述的，现在重新被解析，原始信件一直由警方保存，尚未对外公开。随后，日本富士电视台的记者也向时间新闻指出，这封信的内容并不是最新的，提到的告别、感谢和化为星星守护大家等都是之前报道过的内容。因为民宿老板不懂中文，这些内容是根据他的口述翻译的。ANNEWS 再次报道，可能是为了配合警方的侦查方向。同日下午，札幌南警察署表示，对于微秋节失联案的调查非常谨慎，强调如果有确凿的信息会公开。时间新闻了解到，微秋节的父亲微华上月末曾前往日本协助调查，并在媒体面前确认信件的字迹与女儿的手写相似。当时警方表示，由于未能检测到相关的指纹，因此请微父来辨认。29日上午，时间新闻的记者再次联系了微秋节的弟弟威林，他表示信件的内容他也是从日本媒体得知的，并提到父亲了解的情况与这相似，但这是很久之前的事情，并没有新的内容，没什么好报道的。8月6日，威华已从日本返回福建南平老家。威林解释说，父亲在日本语言不通，只能在酒店等警方的消息，所以才回来了。死者的遗体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寂静渔村被发现，这里平时几乎没有外国游客独自前来。根据日本刑侦专家的分析，监控录像中的细节显示，死者似乎是被谁约见后杀害。在微父的否认声中，日本当地媒体记者指出，从微秋节飘忽不定的行踪。为什么说是飘忽不定的行踪呢？微秋节在7月22日晚上已经抵达北海道阿寒湖附近，但他的父亲却收到消息说，他在22日下午4点到达了札幌的饭店，这两地相距甚远。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警方调查发现，微秋节在22日晚上入住了距离他原本预定的札幌阿丑民宿很远的阿寒湖附近的饭店。他在入住时只支付了一人的住宿费，并于23日早上7点半退房。阿寒湖与札幌的阿丑饭店相距5至6个小时的车程，若坐火车则需要8个小时。以及监控视频的内容来看，微秋节并不像一位准备自杀的人，反而更像是被人约走，遭遇他杀的可能性较大。8月30日，日刊现代网站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和分析。7月22日，微秋节在民宿准备出门时，监控拍摄到他在镜子前整理衣着，完全没有自杀的迹象。室内放着行李箱，
他背住双肩包，突然前往240公里外的串路，难道不是被水约见后才改变行程？串路当地的记者表示，微秋节原本计划在7月22日至23日之间前往旭川和富良野，但最终却去了阿寒湖。这是否意味着他临时改变了主意？23日上午10时左右，有目击者称他在阿寒湖的面包店购买面包。如果他真的打算自杀，心情应该无比低落，怎么还会有食欲呢？这些疑点让事件的真相愈发扑朔迷离。一位日本旅游从业者提出疑问：我们在桂链海岸线发现了一具遗体，这里的环境非常特殊，海岸线长约3公里，既有沙滩也有悬崖绝壁。疑点1：坠落的可能性。如果这名女性是从悬崖坠落，根据常理，她在坠落过程中应该会碰撞到岩石，这样会造成明显的外伤。但令人困惑的是，遗体似乎没有任何外伤，这让我们对坠落的说法产生怀疑。疑点2：自杀的情况。桂链是一个寂静的渔村，夜晚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在这样偏僻的地方自杀，实在难以想象。当地的旅游从业者也表示，从未听说过外国游客会独自来这种地方。疑点3：外国游客的行踪。有人猜测他可能是来此投海自尽，但这种情况非常不寻常，尤其是对于一位外国游客来说，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其他可能性，比如他是否有其他人陪伴，或者是否存在他杀的可能。综合以上疑点，这位旅游从业者对于遗体的发现和相关情况表示怀疑，认为需要进一步调查以厘清真相。根据日媒报道，发现遗体的目击者是一位当地的老渔民，这位渔民每天清晨6点和下午1点左右经过发现尸体的区域，但他在前一天的2次路过中并未发现任何异常。他表示，尸体是在8月27日清晨6点左右涨潮时被发现的，当时尸体的头朝向远方，脸朝向海浪，白骨化的部分仅限于脚部，其他地方看起来损伤并不严重，衣物也未见凌乱。这些情况让人更加困惑，对于遗体的来历和事件的真相提出了更多疑问。专家研判，根据日媒报道，警方披露的信息显示，微秋节于7月22日离开札幌的 Ultra 旅馆。监控视频显示，7月20和21日他出门时穿着上衣和裤子，背住一个黑色双肩包，但在22日，他换上了长裙，并斜挎了一个红色的小包。从他的行为来看，微秋节在22日出门前多次对住镜子整理发型和衣着，这与之前的出门方式有所不同。当天，他在酒店外掏出 iPad， 选择了一首爱情歌曲。根据他的手指动作和部分 CD 封面，专业人士推测这是一首来自爱情电影的原声带。7月23日上午10点左右，监控拍到微秋节在北海道阿寒湖附近的一家知名面包店内购物，之后他的行踪便变得不明。富士电视台的专栏节目采访了日本原警察厅搜查科科长久保正行，他根据微秋节特意换上裙装、整理发型和听爱情歌曲等行为推测，他在7月22日可能没有回酒店，而是去见某个人。他认为穿着裙子的他不太可能前往山区。期待真相。8月31日，福建女教师微秋节的几位亲属抵达日本，前往当地警察署看望她的遗体，但她的父亲威华先没有进去。抵达时，威华先在机场哽咽地说：“我要接她回去。”随后无法继续说下去。当天下午，有网友提到，微秋节的家属在前往警察署的路上情绪非常低落，并表示在回复微信时边说边哭。威华先向外界表示，全家人都非常悲痛，女儿聪明健康，他们非常爱她。同时，他对当地警方表示感谢，希望他们能查明真相。后记，微秋节的弟弟告诉南都记者，微秋节的骨灰已于9月6日在家乡下葬。事情发展到现在，终于算是尘埃落定了，过去的终将烟消云散，而生活也终究要向前看。感谢各位这1个多月以来的帮助，让我感受到了很多人性的温暖。最后，祝各位以后生活快乐幸福。故事到此就告一段落，欢迎分享，我们下期再见。